即便是在疫情以及供应链出现问题的背景下，2021年全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截至2021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额达1230亿美元，稳居对华投资国别排行榜首位。中国则依然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重要的进口和出口对象国。在中国居住过20多年，还曾在2019年获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事务局长冈丰树，就是中日经贸合作的见证者之一。他近期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两国经贸关系依然强劲。今日本の企業の立ち位置は中国企業としっかり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っていきながら、貿易そして投資の両面において既存の国際ルールの中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再度考え直す、再度構築をしていくという努力を続け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ます。中国は産業の集積が非常に深い、非常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構築にあたっては大変重要なマーケット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日本企業は理解している。其实有数据统计，从盈利层面来看，2021年有72.2%的在华日企实现盈利，其中制造业为70.9%，是近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同期实现盈利的在华美国企业则为59%。从研发层面来看，有意扩大在华研发功能的日企占全部日企的2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日企同期在美国的数据是23%，欧洲则为13%。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处于政治敏感时期，日本公众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品牌和商品。华为、小米的手机、联想的电脑等等电子产品都广受日本民众喜爱。除了琳琅满目的实物产品，中国推出的服务和文创产品也逐渐融入到日本市场。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为例，尽管印度已经将其禁止，美国也试图这样做，但在日本，有政府机构最近宣布将与 TikTok 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机游戏、中国品牌服饰，还有在中国已经很普及的支付宝、共享单车，都已经成为日本年轻人的热宠。今年初，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潮流报告就以直观的数据阐释了日本对于中国制造有多依赖。报告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日本市场上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中，几乎99%源自中国。当年手机自中国进口的占比也高达86%，较2009年的69%有显著提升。电脑零配件从中国市场进口的占比约为62%。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试图减少对华产业依赖，甚至对华经济脱钩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很难成为主流，因为事实证明，两国贸易结构互补，脱钩并不现实。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国际化、国家间产业相互交融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很难实现全产业链的独立性。尤其中日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加之在华日企不断推进经营现地化，如果日本大规模去中国化，只会显著增加企业成本，无助日本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近几年来，尽管由于日本右翼政客的操弄，中日政治关系发展不畅，但日本经济界、学界对中国的兴趣却愈发浓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之雄自198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长期往返于中日之间，足迹遍布中国大多数省市。他在2019年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兴致勃勃地从30多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住集体房和绿皮火车，谈到如今的高铁、共享单车、共享经济，十分惊叹中国的变化。包括什么微信支付啊，这个可能技术本身不是特别新的，但是它的用法，它在社会里面的作用呢是。完全呢走在世界前沿。除了双边合作，在多边领域，据日方测算，日本也是今年1月1号生效的 RCEP 的最大受益方，因为根据 RCEP 条款，相当于中日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生效后首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37.5%，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2.6%。事实上 ，RCEP 生效后，中国进口的首批货物就来自日本，5.6吨原产自日本的反射膜。
该批货物经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官员查验放行后，将用于手机、数码相机等电子消费产品的生产。这也在疲软复苏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为未来中日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新动能。50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如今，中日关系再次来到了关键路口。中日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也在两国间掀起热议。现年86岁的日本前驻华大使古野作太郎就曾对深圳卫视引用周恩来总理“存小义，求大同”的表述。他表示，日本不能总被诸如历史认知问题等小义牵着鼻子走，伤害了中日友好交流的大同。求大同、存小義というのはね、周恩来総理が日中関係のガイドラインとしてたびたびおっしゃってたこと。ところが日本人はね、大同小異、小異を捨ててしまう、小異を捨てて大同につく。それは日本語になって、それは違うんですね。小異に常に心を注意を向けながら、しかし大同日中。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创下了37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日本对华出口额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贸易顺差。日本共同社说呢，从中可以看到，虽然日本经济界对在华营商风险抱有一定的警惕，但是仍然谋求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展开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所谓脱钩并不现实。连先生怎么看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呢？去年2021年的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了3700亿，700亿美元哦。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统计。其实日方的财务省的贸易统计和日本的 JETRO 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是3900亿美元。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是中日关系近10年来最高的数字了。两个单独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对我们国家来说比较高的就是中美贸易。那么除了中美贸易之外，这个两个单独国家就没有超过3000亿以上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中日贸易非常重要，中国是个大市场，两国之间呢，有这么巨大的贸易额，这个是证明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对两国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也有疫情的问题，也有政治关系的问题，但是中日之间的贸易额是在增长的。而且这个增长幅度还是蛮大的，这就说明中日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经济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贸易额在双方的 GDP 当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中日双方只要是真正考虑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须要重视。任何风吹浪打，任何风波、任何分歧都不能影响国家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在想要重组全球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如何作为呢？日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顺从美国的意愿，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中国化呢？毛先生，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建立了新的经济安保战略，那么试图在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链等方面牵制中国，那么在一些事关民生国际的供应链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么日本经济产业省甚至推出了将有关生产基地和产业链从中国撤离回日本的话，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特殊补贴。那么根据我的观察呢，目前日本有3万多家日资企业在中国。那么中日经贸去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的严重困难和中美关系紧张对立的影响，但是呢仍然保持了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在传统的像食品、家电、办公用品等等一些传统贸易上面，我认为日本是很难去中国化的。
但是在高端像半导体原料、智能化、高科技等领域，那么这种去中国化的趋势呢，也是不容否定的。